18岁那年暑假，我和好兄弟爬上废弃水塔，看见了一具女尸，我们俩吓跑了。7年后，我再次来到水塔，忍不住又爬了上去，却看见了好兄弟18岁时的尸体。可我这些年明明有他的消息。我拨通了他的电话。喂，我在水塔，我看见……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。你看见我了吧？我惊吓地挂断了电话，可我不敢报警。当年我们逃跑前做的事情一定不能曝光，所以这些年我们疏于联系，彼此的名字似乎成了这个潘多拉盒子的钥匙。慌乱中，我打开手机发帖求助，请教7年的尸体还能看清样子并有尸臭吗？我发的是一个推理小说交流论坛，很快就有人回复了。哥们心携手吧，7年的尸体怎么可能还能看清样子，还有尸臭？是啊，我正是这么想的。潘文博的样貌依稀可辨，还有一股恶臭，这太不合理了。可很快，传说中的推理大神 TP 出现了，他的回复颠覆了我的认知。7年的尸体是有可能保存容貌并有尸臭的，具体情况如下：如果尸体存在的位置半封闭、通风淡、阴暗潮湿，再加上死者身材较胖，在合适的温度下，尸体的脂肪组织会发生皂化反应，变成灰白色的蜡状物质。如果是7年的话，尸体呈现的应该不是腐臭和恶臭，而是一种强烈的、陈旧的、类似于变质奶酪的氧化油脂的味道。对上了，都对上了，不论是环境还是味道，他都说得非常精准。难道我的好兄弟潘文博7年前真的死在了这？巨大的恐惧感和徐徐落下的夜幕一起吞噬着我。我一路狂奔，赶回了我开房的招待所。回到招待所后，迎面正撞上从我房间里出来的看门老人。我来给你送瓶热水。说罢他就要离开，可又停住了脚步。我想问问，这镇上都快没人了，不过还是有家开着的小旅店的，你为什么要住在这？我无心与他纠缠，敷衍道：您可能不知道，这招待所是我的母校改建的，我在这上过学。哦，怀旧啊，我知道，我记得你，我还知道你是3班的，你叫唐笑，我记得你们所有人。老先生，您怎么会认识我？你知道后山水塔7年前的水塔女尸案吗？我本就在恐惧之中，突然眼前的老人又没头没脑地提起女尸案，本能地问道：知道，怎么了？全校的师生，不，整个镇上的人都知道。那是我闺女。我还在震惊中，老人转身就走，似乎觉得我能从中揣摩出他为什么认识我的意思。我闺女叫文娟，教过你，教你们语文和英语。我留在这能离我闺女近点。回房间后，我立马打开手机回复了大神 TP 的帖子。感谢 TP 大神的指点，我写的故事确实是在一座废弃水塔里，尸蜡是包裹着尸体的白色粘稠物质，没错吧？大神很快回复了一大段内容。不，只是视觉上是粘稠的，实际应该是蜡状物质。至于颜色，除了白色，还有可能是黄色或灰黄色。而且这种尸体不会高度腐烂成干尸状，像做了一层防腐，面容依稀可辨。我打开在水塔拍的尸体照片，在大神的回复间来回观察后，不再心存侥幸。现在看来，真是7年前的一具尸体。TP 大神很快又发来一条站内私信：兄弟，你当时还注意到了什么细节吗？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。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仔细回忆后飞快地打字。我能看到尸体的大概面容，我还闻见了一股像刚刷过墙的粉尘味，还有金属，不对，更像是铁锈，还有肥皂味。没多久，大神回复了我的消息，这有可能是有人用专业手段清理过现场。另外我多嘴问一句，兄弟，你在写什么小说？设定好像很有意思。我赶紧打个哈哈敷衍过去。哈哈，一个凶案小说还在构思阶段。收起手机后，我思考着各种线索。突然我想到一个问题，他刚才问的是你当时还注意到了什么细节，而不是小说里还有什么情节。难道他不可能从这些对话中推测出我不是在写小说，一定是我自己过于惊恐而想多了。慌乱中，我又拿出手机私信 TP， 问出了自己最急切的问题。请教大神，我的小说设定是男主发现了一具7年前的尸体，尸体的主人还是7年前的样子，可明明这7年间男主见过这个人，这个小说有哪种可能合理化？ TP 回复，那还能是什么？无非挖坑5件套，鬼、双胞胎、精神分裂、平行空间、精神事件。不是这种写烂了的设定。兄弟，你要写硬核本格推理啊，这设定要想圆回来恐怕有点难哦。你先说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但你得对我更坦诚一点。什么意思？
我知道你不是在写小说，我对你当前的局面很好奇。放心，我不是警察，我只是个疯狂的推理爱好者，我只对推理悬案有着狂热的痴迷。我可以帮你寻找答案，满足我的嗜好，我也不会报警。说实话，你就是杀人犯，我都不关心。如果事情够有趣，我甚至愿意加入你。杀人也在所不惜。别误会，我真的是在写小说。能形成湿蜡的气候条件，而且有废弃水塔，在我国有16个县市符合条件，再结合你的 IP 省份，所以你在小石城。疯子，这个 TP 真是个疯子，他怎么可以从如此有限的信息里推测出这么多？看到这我不敢再回复，关上了手机。窗外夜凉如水，我在熟悉不过的宿舍、教学楼、操场，当年的一切历历在目。这个论坛我从上学的时候就常看，还是当年潘文博推荐给我的。TP 早就被奉为大神，他的逻辑和推理能力太强了，强到超出常人的认知。有人说他是某知名作家的小号，有人说是心理学教授，还有人说他肯定是刑警。无论哪种可能，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这一种。当然，也有人猜他是个高智商的天生犯罪狂，已经犯下了完美谋杀案都说不定。眼下最简单的办法，还是再给潘文博打一个电话。是谁？不好意思，我忘了让你登记了。打开门后，我有些生气地接过他递过来的登记表。人在极度恐慌的时候，会在所有方面试图隐藏自己。我特意用左手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停顿了一下，又写错了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的一位。老人拿过登记表后，仔细看了又看，一个姓名和身份证号、电话号码而已，不知道他怎么看得这么认真。我正要关上房门，一阵远远的哀嚎声传来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老人头也不抬地看着手里的登记本，回答我：这里辉煌的时候有几万人，现在不到500人了。自从实况没了，人就一年比一年少，城空了，房子也就空了。您听见刚才的声音了吗？他依然在自说自话，久久地盯着登记本，像在思考什么。现在整个招待所就你一个客人，这么大的一栋教学楼，还有那边那座宿舍楼。这次我听清楚了，好像是当年学校食堂的方向，怎么有几分像潘文博的声音？我走上走廊，往食堂的方向张望着。您没听见吗？那里好像有人。现在这里就3个人，一个你，一个我，还有个疯子。我看他可怜，就收留在这儿了。疯子，这声音怎么好像是被捂住了嘴？我记得你是8月份的生日，你的身份证号写错了。我不禁打了个冷战，一个7年没见的老人怎么可能知道我的生日？我真是活见鬼了。看来你是真不记得我了。我当年本来是要去当警察的，去省刑警大队，为了陪来这里支教的闺女，才到这当了保卫科长。因为我有个小小的本事，过目不忘。没等我质疑和追问，老人突然自顾自地走了，把我一个人晾在了走廊上。我犹豫要不要去食堂那边看看，这才发现走廊上挂了一张毕业生的合照。奇怪，我今天下午办理入住的时候还没有的，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东西？望着黑白照片里熟悉的面孔，在这静夜里席卷而来的只有诡异和惊恐。正当我看得头皮发麻，老人突然又回来了。唐笑，你看看这是不是你当年的作业，你的作文？我接过翻看，真是我的。这一波又一波接踵而至的怪象，悄然撕裂着我的神经。我感觉自己要疯了，随时都在崩溃的边缘。这个学校所有学生的书籍作业，只要是没拿走，留在教室或办公室的，我全都看了一遍又一遍。从作业到笔记，从考卷到通知，从资料到文件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停水通知，这7年里我全都背了下来。我背下了这间学校里的一切。哦，是吗？那您可真厉害。不过您背这学校里的东西干什么？因为我闺女不可能自杀，而且我当年犯了一个错误。这是当年在我闺女包里发现的，里面是她的遗言。我在现行警队的人来之前，我自己给收起来了。我怕有这支录音笔，一旦定性成自杀，我女儿就沉冤难雪了。都有遗言了，还不是自杀吗？不对啊，据我所知，当年文娟老师的案子不是定性为过失杀人，但是真凶已经畏罪自杀了吗？而且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老人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摩挲着他手里那只陈旧的录音笔。我害怕他突然按下去，我害怕再次听见文娟老师的声音。正在这时 TP 大神发来信息，我还没破解谜题，但我猜这一切的幕后布局者现在应该已经找上男主了。
孩子，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没有，没事。看来是还不小，如果你需要我帮忙，我乐意效劳。毕竟我本来也是要当刑警的人。回想刚才 TP 给我的提醒，我连直视老人的眼睛都不敢了。难道他就是潘文博事件的始作俑者吗？回屋后门都关上了，却听见老人在走廊里说：孩子，我这里好像还有一件你的东西。还有我的东西，这老人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真如 TP 所说，他就是幕后布局者？我正想接着咨询 TP， 可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。我能隐隐感到 TP 看似聊天的对话里，始终有一种不易察觉的急切感，甚至有些焦躁。我透过窗户看见老人已经走到了操场上，他站在那儿冲我喊了一句：你要是找不到答案，就想想最近人生发生了什么节点，为什么一定是现在？我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手机上的 TP 还在不依不饶。你最近的人生有什么节点？从这切入，或许会找到答案。疯了，这个世界疯了，他们俩为什么要说一样的话？我最近的人生有他妈什么节点？除了我老婆说她给我生了个我还没来得及回去见的闺女。窗外的呜咽声还在继续，我知道我不该过去，可越是恐惧越是焦躁。我悄悄摸向了食堂的方向，离后厨越来越近，声音也就越来越清晰。手机的响声吓我一身冷汗，又是 TP， 怎么感觉他越来越阴魂不散？水塔上有苍蝇吗？回答我，我好像解开尸体的谜题了，快！他为什么如此急切？我该回答他吗？犹豫再三，我还是回复了。现在能解开潘文博尸体秘密的只有他了。那边沉默了会，回复：我想我知道答案了。我猜得不错的话，你在学校对吗？靠，这个 TP 到底是什么人？我靠近食堂后厨的窗外，果然如我所料，是一个拙劣的陷阱，哪有什么疯子？只有后厨灶台上放着一台老式卡带录音机在播放。食堂大堂里有一盏灯亮着，事已至此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去看看。灯下是食堂写菜谱的小黑板，离我近一些的位置有张桌子，走近才看清桌上放着3个托盘，一个空着，另外2个分别放着2颗人头，一颗人头没有了五官，而另一颗人头正是我的。我的心神终于崩灭，拖着行尸般的身躯，我走进了食堂，苦笑了起来。你就是那个布局者吧？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这个黑板眼熟吗？什么眼熟吗？这些菜怎么了？这是我闺女遇害那天食堂的菜谱，我看了上千遍监控录像，我连每一个笔画都写得一模一样。我没想到，我用了7年找到的最终答案，竟然就藏在这块小黑板里。小黑板？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你到底想干什么 ？TP， 聊天信息一直是定时发送的，对吧？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精准对应我的问题的。TP？ 什么 TP？ 老人的话不像是开玩笑，难道我猜错了？老人拿出录音笔，按下了播放键。我真不明白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死了算了，我死了算了，我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这对于我来说一定是最好的结局。你布局这一切到底是想做什么？我哪儿得罪了你？文娟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他是自杀的。不对，凶手不是已经畏罪自杀了吗？你盯着我干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费尽心思地折磨我？老人把我带到一张桌子旁边，指了指桌上的各种物件。这些资料是我收集的所有关于我女儿的死的，我拼凑出了整个链条，但就缺了第1环和最后1环，你能帮我找到吗？什么1环？什么答案？文娟老师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，都已经结案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多年苦苦不放？真凶是周凯，他强奸未遂，然后未遂自杀，这是铁案，铁案。强奸未遂，你说的是这个吧？老人拿出的照片是周凯正在扑向文娟的画面，虽然看不到脸，但应该就是他俩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大脑飞速运转，却陷入更大的混乱。这照片哪儿来的？我怎么从没见过？这种事怎么可能有人在旁边拍照？桌上的照片、塑料碎片、U 盘、录音笔、作文本、纸条，还有后面的菜谱小黑板，一共7件东西都跟我女儿的命案有关联。咱们来仔细聊聊吧。周凯是来这里收食材的商人，他有钱，追求我闺女，可他太爱喝酒，而且坐过牢，我怎么可能喜欢这小子？但他和我闺女其实早就好上了，他们总约在那座水塔里偷偷见面。这个案子当时给出的定论是周凯约我闺女，那天周凯喝得烂醉，试图强行发生关系，
没想到失手杀了人，随后周凯畏罪自杀。我当时是保卫科的科长，在现刑警队的人到来之前，我藏起来了一样东西，没有交给刑警队。就是这支录音笔，里面是我女儿的遗言。如果我上交这个东西，那就肯定定性为自杀。可你想想，一个4米多深的水槽，没把握一定死的。如果是自杀的话，你会选这里吗？我当时太痛苦了，完全处于崩溃状态，根本无法冷静思考。丧女之痛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后来我冷静下来分析，才发现有很多不对的地方，不论是自杀还是周凯行凶，都站不住脚。首先，周凯行凶就不可能。出事的前一天晚上，他来和我喝了一顿酒。他推心置腹后，我的态度松动了，对他俩的婚事点了头。周凯似乎生怕我后悔，当下拍板下个月就迎娶我女儿。你说我都答应婚事了，他有必要那么猴急吗？另外，其实这起事件的策划者有不止一个疏漏，但我就是破解不出最终的答案。第一条疏漏，我女儿除了教语文还教英语，所以她总是随身带着录音笔。可这支录音笔里除了这条遗言什么都没有，半句英语课程都没有。第二条疏漏，录音笔上是可以看到文件日期的，录下这段遗言的时间是6月份的事情，也就是1个多月前。我想不出答案，直到我背下了整间学校的东西后，才和另一件东西联系了起来。那就是这本作文，遗言中的句子竟然是一篇作文里的。真凶专门写了一篇有这样句子的作文，找机会让文娟在念这篇作文的时候录下来的，然后再偷偷换掉藏起的录音笔。而这篇作文的主人，你应该知道是谁吧？至于我为什么一直没能破解谜题，那是因为我缺少了最关键的2环。第一环是作案动机，最后一环是最终的下手人是谁。现在咱们来看看这半张情书是写给我女儿的，可这并不是出自周凯的手笔。我对比了这个学校里所有人的笔记，甚至连食堂的厨师和卫生员都没放过。但这封情书的主人就好像是个从没存在过的人，谁又能想到我拼凑了7年的作案动机，在你填入住登记表用左手写字的时候被我发现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我苦苦追寻的作案动机，竟然是你这个毛头小子的求爱不成？你竟然以如此荒诞、卑微、渺小、可笑的理由剥夺他人的生命。至于最终的行凶，并不是你一个人能完成的，这就不得不提你们3个好朋友了。当年你的父亲唐国华是整个实况的老板，也是这里的首富。冯蕊的父亲是上面派下来负责安全监督的，当时他认为有风险，拒绝签字，要求停工，这对于你的父亲是巨大的损失。你说巧不巧，冯蕊的父亲没多久就因为损失卷入械斗，被人失手打死了，而凶手正是潘文博的父亲。之后采矿顺利继续进行，而你的父亲摆出了高风亮节，他把潘文博和冯蕊收为一子一女。本该是仇人的潘文博和冯蕊和你成为了异姓兄妹3人，可实际上他俩成了你这位公子哥的跟屁虫，你的奴才，而你只是将他们视作你的附属品，你的宠物，甚至玩具。直到后来冯蕊和你恋爱结婚，前几天又为你生下了一个女儿。老人讲述至此，我的汗毛倒竖，原来他早已经把我摸得透透的。正在这时 TP 又发来信息，我想到为什么是现在这个节点了，因为你当父亲了，他要让你尝尝失去女儿的滋味，他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你，而是你的老婆孩子。我陷入恍惚，原来是这个节点吗？不，我突然想明白了，如果说这老头是想逼疯我， TP 的目的何尝不是一样？等等，为什么这个 TP 和这个老人都对我的事情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如果说老人早就开始调查我，这个 TP 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得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不然我可能今天没办法活着出去了。我得理清思路，想办法洗脱杀害文娟老师的嫌疑。老先生，您的推论根本不合理，我可以解释。可话到嘴边，我却发现有太多我不想说更不能承认的事情。7年前，当时我已与冯蕊相恋，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，但新来的文娟老师，她清秀知性美貌，瞬间俘获了我的心。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怦然心动。我壮着胆子给文娟老师写了情书，可我害怕失败，我用左手写的，但我从没想过做什么伤害文娟老师的事。
更不可能和潘文博、冯蕊他们合谋。我们三个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要好。虽然事发当时我和冯蕊已经在恋爱，可不光是冯蕊主动追求我，而且我甚至被命令和冯蕊恋爱，被命令和潘文博做兄弟。但我知道冯蕊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他的索取在他看来不过是偿还他父亲的理所当然。我想过认命，和冯蕊好好过日子，可是我明明和潘文博那么要好，我把他当成亲兄弟，可他竟然，他俩才是一条心，他俩明明是杀父之仇，可即便是这样，被排除在外的人依旧是我。大学毕业后，潘文博就不和我家走动了，父亲为此伤心难过了很久。直到我和冯蕊结婚后，潘文博看似游离于我和冯蕊的生活之外，可他俩的每一次私会我都知道，我却只能装傻充愣，视若无睹。我只能频繁出差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就连我上次回家都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了。我的人生仿佛只是为了还债而存在。没人会相信冯蕊和潘文博父亲当年的案子只是巧合，可他们俩像两只盯上我的蚂蟥，认定一切都该由我来偿还。任谁看来，那起械斗都是我父亲的指使，可没人知道我父亲早早立下遗嘱公证，遗产是我们三个平分，我们三个都是他遗产的合法继承人。至于那篇作文，我想起来了，这篇作文根本不是我写的，是我抄的。我当时总是不写作业，我抄的是。我不敢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想下去，我希望我的猜测是错的。老人看我发呆，脸上满是轻蔑的嘲讽。编不出来了是吗？老人让我坐在电脑前，打开 U 盘里面的视频。第一段视频正是当年父亲为我们办的升学宴，地点就在这间学校食堂，周凯和文娟老师都参加了。小黑板正上方的监控录下了一阵口哨声，那口哨轻松甚至戏谑。另一段是去水塔的必经之路，先是拍到了文娟老师，20分钟后录下了一段模糊的口哨声。我知道老人此时已经认定了我就是那个吹口哨的人。这块黑板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对你来说这么重要？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关于我女儿的监控，才发现横板最下面有一行闭餐时间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所以没人会去看。这成了周凯和我女儿偷偷约会的暗号，他们约会的时候会在这里改下时间。那天大家都喝多了，而那个爱吹口哨的人用这个方式把周凯和文娟分别引到了后山，趁他们亲热时拍下照片，然后袭击了烂醉的周凯，害死了文娟，然后把照片偷偷塞到了我的信箱里，嫁祸周凯，想借我的手除掉周凯。但你们没想到的是，几天后周凯殉情自杀了，他根本不是畏罪，而是殉情。这就是你和潘文博一起干的丑事。我此时根本无力与老人辩驳，听到这阵再熟悉不过的口哨声，我拼凑着久远的记忆和各种凌乱的线索，我好像明白了。怎么样，现在你该承认了吧？高明，真是高明，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，我竟然被骗了整整7年，我怎么也没想到。死到临头，你还想狡辩？老人举起锤子向我走来，我想起身，阴魂不散的 TP 还在给我发消息，10秒后会停电，等他去总闸查看，他视力不好，你去后厨去救潘文博吧，他应该还活着。TP 又一次让我呆住了，没等我想明白，四周真的瞬间陷入了黑暗。老人怕我逃跑，先一步锁上了食堂大门，然后往总闸的方向去了。我本想逃走，终于还是没能放下潘文博，我想知道他是死是活，摸向了后厨的门口。门锁了，你右手5米有个传菜口可以爬进去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可以操控停电，还能知道这里的一切？我黑进了学校的摄像头，我能看到你。快，我破解了潘文博尸体的秘密，但我需要确认。我按照指示来到传菜口，一股浓郁的恶臭扑面而来。爬进去后，发现这里简直就是地狱，依稀可以分辨出的早已腐烂的几扇肋骨、腿骨，还有成堆的内脏。此时我已经没有了选择，把拍下的照片发送给了 TP。这老头是个疯子，他不知道在这杀了多少人。动动你的脑子，这骨头不是人类的，虽然他找的是体型不大的猪或者羊，找了骨骼粗细和人差不多的，但是骨关节和人的根本不同，而且这个臭味也和尸臭明显不同。你去找操作台下面应该有生石灰、火碱，快去找，我怀疑他在催化尸蜡。我找你大爷，我要逃命，这老人是个疯子，我怎么可能有心情在这时候去找什么火碱、生石灰？可我刚爬出传菜口，食堂的灯已经亮了，一记闷棍打在了我的头上。昏沉中，我看见墙上摄像头的指示灯根本没有亮，就连线也早都被切断了。TP 根本不可能黑进这里的摄像头，而且他刚才说臭味和尸臭不同，不管什么技术手段都不可能闻到这里的味道。他一直就在这里看着我们。挨了一记闷棍无力反抗的我被老人五花大绑了起来。
你说的那个疯子是潘文博吧？他到底在哪儿？他还活着吗？他在18岁那年就死了，你不是看见他的尸体了吗？活检、生石灰、催化失蜡，你专门剔除了和人骨差不多的肋骨，拼凑出腿、手臂。至于头部，毕业照上就有我们的照片。竟然被你琢磨出来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你虽然狡诈，但应该没这么聪明。水塔里的尸体，走廊上的照片，还有那阵阵呜咽哀嚎，你做这一切就为了逼疯我，好让我坦白。我要你忏悔，我要你的肉体和精神都一起泯灭消亡。不把你们折磨疯，怎么可以偿还我的丧女之痛？所以潘文博还活着，对吗？电话里的声音是你逼他说后录下来的吧？那阵沉默是你在挑选该放哪段录音。我知道他还活着。我手上的是一块相机碎片，我在你们校友会论坛里发了个帖子，说捡到了这台拍立得相机的闪存卡，里面有奇怪的照片。可其实这款相机根本没有闪存，但心虚的人一定会回来确认一下的。果然，我等到了潘文博，可这篇作文的作者却迟迟未到。我坚信他一定会来，我不断地拷问潘文博，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陷阱。可我没想到潘文博的嘴是真硬，好在老天有眼，你终于还是上钩了。我的头疼得厉害，但也终于理清了。老人说的没错，他等的人确实一定会来。远远的校门那里站着一个身影，他的身子动了动，行动迟缓，也是，他这时应该身体虚弱才对。他就是 TP， 他果然就在这，他就是那篇作文真正的作者，他就是他。